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汉。今天要带大家搭车去走一趟很特别的路线。这次的内容很精彩，我们会搭2条路线哦。第一条是走在台20线南横公路前半段的绿干线，从台南市区的成大医院、永康、新化、左镇一路往玉井前进。接着呢，我们会在玉井转乘第2条路线绿24，带大家一路前往著名的曾文水库。在开始介绍之前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喽。来，我们这一次会多介绍台南的通车路线。上一次介绍了南干线之后呢，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是前往左镇新化还有玉井的绿干线，最后还会带大家去曾文水库哦。还记得吗？台南县市还没有合并以前，大家要到县内各地的话，几乎都是靠公路客运。一直到2013年，这些公路客运的路线才陆续整并改号哦。其中主干道的路线被规划成台南6大干线。2013年的4月1日开始，原本新南客运的7605、7606、7607、7608、7609、7610、7611、7612等等的路线就合并成现在的绿干线，其他的部分路段就改为绿支线，接驳到各个偏远区域。绿干线最主要就是行驶在台20线上，就是大家所说的玉南公路，从台南旧市区一路到玉井。这条路线在台20线上有很多乘客，像是在玉井新化的居民常常都要往返台南车站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绿干线在2024年是全台南市载客量第2名的路线哦。另外，我们也按照过往新南客运的路线，台南到曾文水库，沿着沿线带大家做介绍。台南到玉井这一段就改成绿干线，玉井到曾文水库改成绿24，所以等到玉井，我们中途就要换车了哦。听过永康这个地名，一部分的人应该是因为永保安康的车票而得知吧。其实永康区是台南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，由于离台南的旧市区不远，交通还算方便。台1线、台20线、177市道、180市道、180甲市道，这5条是永康最重要的主干道。永康区的旧称是补枪头，意思是早期为滨海平地有鹿群的地方。从日本时代不到2万人口的区域，1993年永康人口突破15万人，升格为县辖市，现在已经是23万人口的区域。永康由于工商业发达，境内的学校众多。以台20线沿线的学校为例，有成大南工、永康国小。提到成大南工，这所学校以前是台南高工，由于近年少子化的缘故，台南高工最后改隶属于成大。2023年8月1日更名为国立成功大学附属台南工业高级中等学校。这所学校也有80年的历史了哦。离开永康工业区之后，前方就是新化区。新化的旧名是大巴港，
是从希腊雅语音翻译过来的，意思是这里靠近山林之地。新化的开发记录其实很早，新化的老街在日本时代就有发展。现在中正路上的老街，不少建筑被保留了下来，包含武德殿、街艺场等等，都能看见历史的足迹。绿干线抵达新化之后，会在此稍作休息5到1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才能开车继续往前走。新化是中途转运大站，不少乘客在这里搭乘绿干线或绿17前往台南旧市区。你知道左镇这个地方吗？其实左镇的历史很悠久，这里是台湾的化石最有名的地方。从日本时代，左镇开辟道路的时候，意外挖出了不少化石，所以左镇是化石之镇哦。除此之外，左镇拥有白垩土山的地形，这样的天然地形也形成了草山月世界的峡谷景观。左镇有一条老街，是从日本时代留下来的。这条号称全台最短的老街，曾经很热闹，冰店、理发院、戏院、旅社，甚至还有酒家，各种吃喝玩乐你想得到的都有。另外，日本时代的左镇蔗糖产业很发达，当时为了运送甘蔗，设置了火车站，载货也载客。从我上面说的这些话，可以想象得到，左镇在过去的黄金年代是非常繁华的。前面有提到，左镇拥有自然的丰富地形，山坡地跟水源地都受到保护，禁止开发的情形下，也造成左镇的发展受限。而糖业没落之后，1973年废止了火车站，地方的就业逐渐减少。1980年代，左镇开始人口严重外移，加上近年快速道路的开发，左镇不再具有交通枢纽的地位，人口老化，走向没落的窘况，从繁华喧嚣转为寂静的小镇。穿过了左镇，从玉井桥上面看到大大的"我爱芒果"4个大字，我们抵达了玉井。玉井市区刚好位在台20线、台3线跟台84线3个省道的交汇处。玉井最有名的历史就是交8年事件。1915年，余清芳等人在玉井发动台湾史上最大的抗日行动，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人，是牺牲人数最多的抗日事件。所以玉井市区里面有一座交8年纪念园区，就位在新南客运玉井站的斜对角。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要进去园区里面，晚点回过头来会带大家逛逛玉井老街哦。我们坐到了这个玉井站之后呢，我们第一站要先去曾文水库那我们要在这里换绿24。
我们紧接着在玉井站原地转乘早上9点的绿24，前往曾文水库。绿24其实以前是公路客运台南到曾文水库的路线拆成2段而来，后半段的玉井到曾文水库改为绿24。绿24从玉井出发之后，会经过台3线的中正路、鹿桃、南溪、万佛寺。经过曾文水库的管理范围之后，就抵达观景楼。如果要前往观景楼搭船游湖，请记得要搭绿24延伸的班次才有哦。从玉井到曾文水库的观景楼大约是30到35分钟左右。绿干线衔接绿24的时间是 OK 的哦，不用担心衔接不上，但是务必要记好绿干线的时间。今天的行程会写在片尾，再为大家说明一次。刚刚我们在前面讲了左镇，接着要说另外一个冷门的区域南溪。南溪区位在台南市的东北方，整个区域几乎是被中央山脉给笼罩。南溪在日本时代也曾经发生过非常轰动的历史，因为受到交8年抗日事件的波及，震怒了日军。南溪的居民不是在死亡，就是在逃亡的路上，上千人被日军逮捕后几乎是亡命，而数百千计的人口不是流离失所，就是无家可归。一场全城大屠杀，让居民们没有了村庄，蒙上恐惧及阴影。南溪发生过这么轰动的历史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对于交8年抗日事件的印象都在玉井跟南化的发生地居多。其实这件事的影响范围比我们想象中还大得多哦。不过进入国民政府时代之后，南溪开始转为观光区域，美里风景区、万佛寺、鹿桃洋的江家聚落，以及隔壁城镇的曾文水库，都让南溪增加了一点知名度。南溪最主要的经济活动还是在于农业，以杨桃、梅子、芒果、龙眼这4种水果为主，其中蜜汁杨桃是最知名的哦。在经过曾文2桥以前，会先来到曾文水库的收费站。进入曾文水库的范围是需要门票，一样会有收费人员上车跟你收费哦。全票1个人是100元，半票50元。过了曾文2桥之后，前方就是曾文管理局以及救国团青年中心。青年活动中心有提供住宿，1个人晚上是2250元。曾文水库的水域范围在嘉义县的大埔乡境内，包含画面中所见的坝顶也是哦。在日本时代，为了解决嘉南平原的农田灌溉水源，八田羽一利用曾文溪支流的关田溪上游新建乌山头水库，但是启用之后水量只有 25%， 水量还是不够，需要更大量的水源才能完全供应农田的灌溉。当时八田羽一曾经建议在此新建一座大坝，不过因为2次大战爆发，计划只好停摆。进入国民政府的时代，为了解决水源灌溉的问题，1959年由台湾省水利局着手进行规划。经过6年的施工，1973年10月底，曾文水库正式完工启用，目前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水库。不过当时新建水库淹没了大埔的农田范围，大埔原本以农业为生的居民逐渐改为观光业，而住在农田区的居民一部分迁往高地的嘉东街上。当初迁村的时候，
居民们舍不得竹筒错自己的家园被淹没，于是运用各种巧思，把盖屋用的竹筒和墙片拆下来，连着家当一起搬上去，完全没有依靠机械器具。我们现在呢，人已经在曾文水库的观景楼这里哈。那紧接着我们就要来带大家去看看曾文水库周边的风景哦。我们搭车到了观景楼，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搭船游湖，带大家欣赏曾文水库周边的景色咯。如果要搭船游湖，从步道往前走就会看到搭船入口的指示，右转就能看见售票的地方。阿汉选择的方案是假日才有的1个小时游湖行程。从登船码头出发之后，会前往山猪岛、飞鹰峡谷，一个人是350元。2小时的行程，除了刚刚说的山猪岛、飞鹰峡谷之外，还多了钓鱼哦。平日一个人是600元，假日700元。曾文水库游湖的每一班船上面都会有导览员解说曾文水库的生态。其实曾文水库在莫拉克台风来袭的时候，灾情也是非常严重，水库上面满满的淤泥以及漂流木成了最头痛的地方。当时请国军支援，但是这些漂流木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打捞完成，最后请民间各界来协助处理。在数星期之内，漂流木好不容易才全部清理完毕。我们准备抵达第一个点山猪岛。这座岛上面为什么会有山猪呢？水库完工之后啊，这里的山猪采自然放养的方式来养殖，整座岛没有经过人为的破坏，形成山猪可以居住的自然生态。这里的山猪很有趣，只要听到帕帕罗蒂的音乐，就会靠近过来，等着你拿东西喂食。不过这里的山猪很凶猛，所以喂食的时候不要太过靠近哦。为什么要放帕帕罗蒂的音乐？一开始游览的时候只有1艘船，船只采用鸣笛的声音告知山猪，但是渐渐游览的需求越来越高，增加到第2艘、第3船游览的时候，3艘船的鸣笛声通通都不一样，山猪只认得第1艘船的声音。为了统一让山猪方便识别，所以全部采用帕帕罗蒂的音乐。码头是非常紧张的，有看到它形状啊，这个也是游客发现的哦。哎，有看到哦，很大的形状，还有看到。喂完山猪之后，我们来到飞鹰峡谷，看看那个老鹰在一望无际的天空翱翔的模样，画面非常的美丽。欣赏完毕之后，1个小时的游湖行程也将要结束了，我们回到码头边稍作休息。最后从观景楼的平台带大家看看曾文水库不同角度的景色。晴天的时候，这个画面真的非常壮观又美丽。如果想要吹冷气，观景楼内也有咖啡厅可以坐着休息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风景，很迷人哦。
紧接着我们搭中午12点30分的绿24，回到玉井带大家逛逛玉井老街。我们现在回到新南客运的玉井站，玉井老街就在旁边的中正路上。老街上面仍然保有3家100年以上的老店，包含正春中药房、济生堂中药房以及回春堂中药房，还有一家超过80年历史的引领照相馆。老街上面卖着满满的芒果冰，我们都知道玉井最有名的就是芒果。为什么玉井芒果会这么有名呢？1954年，农妇会派引种考察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引进艾文、海顿、吉路、凯特、肯特5个芒果品种。经过8年的研究之后，1962年正式推广。当时玉井没有人想要冒险种植外来的芒果品种，只有郑海池不顾村民的嘲笑，决定种下去。历经多次失败之后，直到1969年，某一位果农采用耐水纸套袋的方法，不仅让芒果长得漂亮，而且没有受到果蝇的侵害，使得艾文芒果的品质跟产量大大的提升，让玉井的艾文芒果打出一张好牌，在市场上一夕成名。玉井老街上的北极殿主祀玄天上帝。明朝永历年间，汉人来到玉井这里开垦的时候，当时受到疾病所苦，为求驱邪去病，迎请玄天上帝神尊入到玉井来这里镇住。好了，带大家游览完曾文水库的风景之后呢，这一节内容就为你录到这边啦。我是阿汉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